我买了一个东西，不懂会不会被海关充公。这一个呢，其实它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保温瓶来的。我并不鼓励大家从事或者是做一些犯法的东西。不过为了避免被海关充公呢，我决定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放，所以希望我不会被充公吧。不买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正要过这个香港海关，不懂他们会不会没收我的水瓶呢？有点紧张。没有问题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回到了马来西亚。一回到马来西亚，就超级多东西等着我去做，像去银行啊，办一些公司的东西，都是大人才需要做的东西。是否有人跟我一样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烦？不过撇开这些很闷的东西，现在我要去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。Let's go。Sony Lens 55.1.8。还有什么要买啊？我记得我还要买另外一个东西，可是我完全记不起，唉，脑袋不中用了。哦，不用纸了，不用纸了。刚刚呢，我就是买了这个索尼的新镜头55.1.8，这一个镜头呢，价值不便宜，不过为了好看的画面。为了你们这一笔钱呢，是花的值得的，所以赶快换一下这一支镜头，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吧。是，观众朋友们很想念大马的黄百鸣。这支新的镜头呢，它是定焦镜头，所以你们看到这个角度呢，它是固定的，它是在55mm，55呢是比较不适合拿来 vlog。它好处就是光圈够大，光圈够大的话，1.8，你看到我的背景呢，就是呈现一个很萌的状态，有没有？不过我觉得还是换回去一般上 vlog 的镜头吧。所以很明显的换了这个镜头，这个角度是广很多的，这一个呢是比较适合拍一些产品啊，或者是一些你们想要看一些比较有主体很清晰，然后背后很萌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不懂大家还记得我有一个节目呢，是叫做买与不买吗？而这个节目呢，我只拍过1期而已，没有错。因为这个节目有牵涉到嘉宾，所以在时间上有一点难瞧到，然后再加上我真的是不懂要邀请谁。在我想了很久过后，绞尽脑汁，我终于想到要邀请谁了。所以为了这个节目呢。所以为了拍这个节目呢，今天我找来了一个特别嘉宾 ，Hello， 就曾耀祖，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他今天这一身的打扮吧。Hello， 你在干嘛？今天找 Joe 来呢，其实我心里压力蛮大的，因为他本身呢是一个算是主持人啊。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不懂你是谁的话，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基本上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，认识敦伟的话是透过网络啦，都是因为爱潮流所以才成为朋友的，然后跟电台的这个工作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由于没有什么预算呢，我做了这一个，花了我整整10分钟 DIY 的这一个手卡。而且这一个买与不买的节目，我还没有想要开头要怎样拍。首先第一个，也就是我在香港刚刚买了这一个子弹，殊不知这个呢其实是一个
水壶，哎哦，里面是这样子，它是保温瓶啊。我都发现，像我刚刚从韩国回来，都看到韩国有很多古着店，我很喜欢就是在里面寻宝的那种感觉。而且古着店哦，他们的灯光会比较暗，然后黄一点，对，然后东西都吊着，所以是真的是像一个寻宝的游戏啊。而且我觉得就是在里面你可以找到它不会再有第二个的东西。这个东西150块马币。我们到底会买或不买？1、2、3。你买了吗？你可以对啊，废话当然。我解释为什么我会不买。我比较喜欢方便我自己的东西。OK。那这个它因为少了2个狗啊，它没有让我可以随身携带那种 feel， 所以我就来 OK。老实说，我也不会带出去。Neighborhood 呢，他们自家还蛮著名的一个单品，就是 Incense Chamber， 中文我不懂叫什么，我都叫它香炉。这个是他跟 Dr. Wu 联名的。你因为点一个味道给我闻一闻，它可能会增加那个几率我买。OK。这个东西奇妙的地方就是在于，你把它插下去的时候，那个转插了，是那个瞬间是很哇。当我工作很忙或者很累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就是跑去那边什么都不做，点这个，然后就看着它烟一直飘出来，一直飘，是一个很疗愈的感觉。我有。到底我会不会买嘞？1、2、3，还是不买？要劝你买东西真的很难呢。有阻止我买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底座可以扎实一点，它现在给我感觉有点太过轻了。另外一个就是太过阻止我买，就是我其实不大爱骷髅头。以前我很爱骷髅头，我很疯到我想要找很真的那种骷髅头来做摆设，然后买到一个真的很正，可是放在家里我就吓到我自己。从此以后我就。说到 Neighborhood 的话，他们是来自日本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日本潮流算是亚洲的这个先驱，对。再加上你刚刚从韩国回来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觉得韩国的这个 fashion 跟日本的 fashion 会很像。你本身对这个有什么看法？我自己的看法，你自己看法，我会觉得说，例如说 ，K-pop 的话，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叮叮啷啷在上面，然后那个鸭舌帽，然后就是来 GD style。日本的话，它就多元化一点点。对，我也是发现。以前的我会比较 more on 韩国的那个 style， 最近的话就会来慢慢去研究就是日本的品牌。毕竟身为艺人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只是单一的形象而已，你要比较多变化一点点。Nike 在1981年的时候，他们先开发了一个登山系列 ，OK， 直到1989年的时候呢，他们才转成 ACG，ACG 也就是 All Condition Gear， 不懂是2014还是2015 ，Harrison Hill 这个 acronym 的主理人接手了 ACG 后，他才演变成今天的这个 ACG。像这一件裤子的话，它的这个剪裁是上宽下窄，尤其是膝盖部分，你可以看到它有做一些剪裁，所以它也是一个很立体的这个感觉。对，1、2、3，你真的是很难劝你买东西耶。不是 ，OK， 是不是老婆管太严？不是，老婆不给你买。我最近真的很爱功能性的裤子 ，OK， 很多个口袋，比较喜欢口袋深一点啊，它比较能够保护我的，因为我有过那种悲惨的经历，就是我电话就从我口袋跌下去了。可是没有想到，我来到香港第一件事情就是弄不见我的手机。为什么我没有买这个裤子哦？为什么你不会买这件？是因为我最近买了一条类似的裤子 ，OK， 它也是很好的 ，OK， 我可以讲价，讲，它是 New Balance 的，哦 ，OK， 可是它便宜大概多300多，在韩国买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既然我可以以500多块就买到这条裤子的话，除非我找不到，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会选择回那个。果然是明智的消费者。你对于 Travis Scott Cactus Jack 这双鞋子有什么看法？Overrated， 可是你又很想要。它很好看，可是炒得太凶。了。我在上海的时候有看到那双鞋。这一双鞋子呢，是 Reebok 在1994年的时候开始贩卖，然后在前几个月他们就有复刻了这一个很经典的 OG 元年的这个 Citron 的配色。我手上的这一个呢，其实它是限量的，是1994双，对应了它1994年。然后最近他们也是有开始贩卖这一个，就是跟 NBA 做的这个配色。讲 NBA， 你自己有在看 NBA 吗？有。你最喜欢哪一个队？我其实都可以啦，我只是希望不要是
哎呦，我支持那队现在很危险哎，James Harden的那一队。哦，火箭队。他很危险，希望他可以来，因为篮球界他经常就是有那种突然间翻盘那种感觉。Thanks, James。这双鞋子的定价呢是马币599，所以给你的话，你到底会买或不买呢？1、2、3，哒哒 ，yes！ 买兄弟，我买东西了啊 ！Credit card 拿来，不是因为这个我自己本身都有，哦，你也有，可是我不是这一个版本的。它除了舒服之外，它也真的很好看。它不管是长裤、短裤都很好配。之后我才懂，如果要买这对鞋子的话，我的脚型啦是要买大半号或者大1号。来到最后一双，噔噔，也就是这个 Adidas Alpha H4D。Adidas 对外宣称说，他们花了17年的时间来收集这个他们所有中底的资料，然后他们就用 3D 打印的这个科技呢，弄出了这个中底。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是 casual 鞋子，它其实是一双跑步鞋。它有比 Boost 舒服吗 ？Ultra Boost 舒服吗？不一样的感觉，可是我本身并不太喜欢 Ultra Boost 跑步的这个太软了。这一个其实我会觉得还蛮不错的。你自己本身有这一双吗？有，我买了啊，所以我会买。好快啊，太快了吧！因为反正我都讲了，我都买了。很老实说，我呢，买你会觉得不买？我会不买的原因是因为第一，这个价钱有点太贵这个原价好像是马币1400的话，我其实比较希望买到他们的另外一个 4D 的鞋子叫 ZX4000。像我的话，觉得它够简单，然后像他说的又舒服这样子。我只是上脚过1次而已，所以我还没有真正的试穿过，所以我之后再试穿。让我来召唤Joe，给我看你的真面目吧！因为我觉得说，当你买了一个东西之后，你不要后悔你买过的东西，这样子的话会让你觉得说，很不爽这样子。不，你要吸取那个经验，是说，为什么这一次你会来有遗憾？你买了这个东西，会觉得说，原来它其实没有很好，那你下次才会进步，会让你变成一个更理智的消费者。其实这个东西，你这个道理，其实我不觉得不只是套在鞋子而已。其实我们有时候做人学习工作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今天这个影片就到此为止，特别感谢 Joe 呢抽空过来我的这个 studio 拍摄这一集买与不买，所以希望你今天在这里会玩得开心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我自己结尾竟然尴尬起来。